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aston。实不相瞒，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简单不失败的英式古早味蛋糕 ——Victoria Sponge Cake（ 维多利亚蛋糕）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：细砂糖112克，室温的鸡蛋2颗，去壳重量约112克，泡打粉4克，软化的无盐奶油112克，低筋面粉112克。草莓果酱适量，香缇鲜奶油适量，今天使用的是圆形活底膜，直径约15公分。另外准备2张烘焙纸，因为要分2次烤。在烤模内部刷上一层奶油，底部铺上一张烘焙纸。将面粉和泡打粉过筛，充分混匀。蛋液的重量要控制在112克左右。来做面糊，先称出打发盆的重量。加入软化的奶油跟糖，以中数搅打3到4分钟，直到蓬松泛白。
加入全蛋液，将干粉2次过筛，要从烧高处筛入。以低速大致混匀。改以刮刀翻拌至看不见干粉即可，不要过度搅拌。再称一次重量，算出面糊的净重。倒入一半的面糊，一份约220克左右。将面糊稍微抹平，烤箱预热185度 C， 烘烤22到24分钟，出炉后再烤第2份。烤好的蛋糕边缘应该要有一点回缩。脱模后倒扣放凉，把底部压平。底层的蛋糕表面朝下。铺上一层草莓果酱，再堆上适量的鲜奶油。上层的蛋糕底部朝下放，撒上糖粉，
可以立即享用或冷藏1个小时后再吃。维多利亚蛋糕，也有人称它为维多利亚三明治，它绝对可以算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甜点之一了。据说这款蛋糕呢，它最早的雏形是源自于海绵蛋糕，那一直到了维多利亚时代，由于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喜欢这种把2片蛋糕夹着果酱跟鲜奶油，然后上面再撒糖粉的吃法，而且据说她每天的下午茶时间呢都会来一份，后来呢大家就称它为维多利亚蛋糕。那这个蛋糕虽然被称为海绵蛋糕，但它其实更像是棒蛋糕，因为它的食材比例跟棒蛋糕一模一样。4个主要食材呢都是等量的，但做法比棒蛋糕来得简单，也不容易失败。那这款蛋糕呢，吃起来边缘相当的酥脆，那夹上果酱跟鲜奶油后，质地变得非常的湿润好吃。那今天的食谱呢，是源自于英国的蛋糕女王 Mary Berry， 但我们有做一些调整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制作这款蛋糕要注意的小地方。首先呢是烤模的部分，那这款蛋糕呢，它需要2个相同尺寸的圆形烤模，但如果像我们一样只有1个烤模，就可以分2次烤。那可能会有人会问说，为什么不一次烤完呢，然后再剖半？那主要的原因呢，是因为这样子面糊会太厚，那中间不容易烤熟。那如果要把中间烤熟，整个蛋糕就会变得比较干。因此，一般的做法就是把面糊分成2份来烤。那再来是奶油的部分，那奶油的软化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那如果奶油不够软化，或者是过度软化，就会比较不容易把空气抓住，然后而达到蓬松泛白的效果。但是要提醒大家，奶油的软化不是一个恒定的状态。像这几天寒流，那好不容易把奶油软化了，但在制作过程中它又变硬了。那相反的，如果是在夏天天气很热，软化的奶油呢会在操作的过程中变得更软化，所以软化程度呢要随着气温来做一些调整。好比天气冷的时候，那软化程度可以多一点；那天热的时候呢，那稍微软化就可以了。还有就是面粉的部分，我们这次的面粉呢过筛有过筛2次嘛。那我们在第2次过筛的时候呢，那个筛网要放在稍高的位置，那用意就是我们要尽可能让更多的空气进入面糊里。然后在果酱的部分，我们这次用的是自己做的法式草莓果酱。那这款果酱它具有比较高的流动性哦，那它的酱汁刚好可以浸润到蛋糕里，吃起来就会更湿润，有点像是海绵蛋糕涂那个糖酒液的概念。那大家也可以买市售的草莓果酱，不过如果你买到的果酱呢是果冻状，那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或水，然后以小火加热去融化再来使用。那除了草莓果酱，覆盆子果酱也是最常用来搭配这款蛋糕的，同时呢也是很传统的吃法哦。最后，维多利亚蛋糕一般都是建议当天享用。如果来不及当天吃的话呢，就先不要组合，那个蛋糕片可以放凉后用保鲜膜包起来冷藏，然后隔天再以160度烘烤8到10分钟，那完全放凉后再组合起来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我是嘎颂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IG、Instagram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